2026上半年的财报一摊开，哇，台荣科技这张成绩单真的是会让人揉一下眼睛。毛利率直接冲上37.92%，盈利率也有26.39%。老实说，这根本是那种当红科技股才有的利润结构吧。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在玩什么财报魔术，但其实不是，这是一场硬碰硬的物理极限突破。大家平常可能会觉得处理废弃物嘛，不就是单纯的烧掉吗？但台荣的做法是把废肉直接转化为资源，从源头彻底改变了成本结构。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切入核心，来看看这场财务数据跟物理技术的深度对决哦。让我们先来看这个最夸张、最疯狂的数字，净利年增8.92倍。没错，你没听错，就是8.92倍。他们上半年缴出了1.35亿元的税后净利，这数字直接逼近了过去2年的总和。你可能会好奇，一家看起来没有什么爆发性新产品的环保厂，到底是怎么在短短半年内迎来这种阶梯式的跳跃成长？答案其实就出在他们对待高难度废业的态度里。当你不再只是单纯处理垃圾，而是把废弃物当成战略物资来榨出价值的时候，获利的大爆发其实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那这个高毛利的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关键就在于这一套焚化与蒸馏的整合系统。你想想看，传统的做法是什么？要么单纯烧掉，要么就是花大把银子买天然气来做物理蒸馏。但台油非常聪明，他们把不可回收的废液烧掉之后，产生的废热不是直接排掉哦，而是转化成蒸汽，再去推动物理蒸馏。就这一招，让他们每年整整省下了1560万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于直接把物理制成里的燃料成本一口气砍掉了70%，而且每年还能顺便减碳2950吨。这就是那将近38%超高毛利率背后最坚实的物理基础。回头看看台荣的扩张时间轴，你会发现这家公司的节奏抓得精准到有点可怕。2012年成立，到了2018年，他们拿下了桃园的甲级特废执照，正式进入量产。接着2020年直接吃下新竹60亿的汉阳 BOA 案，还没完哦，2023年又并购了日环，强势切入医疗废弃物市场。然后就是今年2026年7月完成了近8亿元的现金增资，而且正式上市挂牌。你会发现他们走的每一步其实都是在为半导体的扩产，还有 ESG 绿能趋势提前卡位铺路。这样一路走来，他们打造出的这个4位一体版图，绝对不是随便乱拼凑的。观音母厂是他们的高毛利核心，专门去啃半导体那些最难处理的特废，而100% 持股的汉阳绿能就像是一颗现金流发动机，负责把新竹的民生垃圾转废为能。再加上并购进来的日环，靠着专属的流体化床，跨越极高的法规门槛，成功切入废市场，等于是打造了一个防御性极强的第三引擎。最后，再搭配轻资产的 O&M 代操作运营，承接了中科零废中心热氧化炉。这种重资产特许加上轻资产代操的模式，可以说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防护网。不过，身为一个理性的分析者，你一定会问：这种高毛利真的能持续吗？先进制程的需求难道不会见顶吗？数据告诉我们，完全不会，甚至还在加速。你看，从28奈米每片晶圆会产生40公斤的废弃物，到了3奈米，这个数字飙升到了220公斤，足足放大了5.6倍。你以为这就结束了？等未来推进到2奈米的时候，那个废液量更是28奈米的13倍啊！而且，先进制程用的新型特化品，让废液成分变得极度复杂，还带有高侵蚀性。你想想，处理难度变这么高，平均处理单价跟毛利率当然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这边就带出了一个很酷的东西，也是台荣最致命的护城河，叫做精准配方 formula。半导体厂绝对不可能把废液的机密成分告诉你，对吧？所以台荣是靠着内部实验室里累积了几万笔的庞大数据，去针对每一支强酸、强碱废液，调配出最精准的入炉配方。这招不仅让燃烧效率极大化，最关键的是，它保护了那个昂贵的悬窑，让它不会被腐蚀。这让台荣创下了一个超扯的记录，连续6年，每年运转超过300天。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牢牢握住 ESG 溢价的定价权，因为这道技术护城河，同业根本很难跨过去。
听完台荣靠着焚化与蒸馏整合，在半导体特费拿下的高毛利护城河。之前我们介绍过都市采矿循环经济的台湾钢联、联友金属与诚信实业，各自都有独到的回收技术。也介绍过中鼎旗下的昆鼎，靠着全台50%的民营焚化发电，跟南科废溶剂回收率99.9%的实际，叠加出极稳健的现金流。接下来我们就把台荣拉上擂台，跟昆鼎这类老牌巨头硬碰硬，看看台荣这张毛利率冲上38%的财务成绩单到底有没有水分，更要拆解它到底藏了什么其他环保巨头做不到的秘密。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一波，不管这次解析对你有没有帮助，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在干嘛的深度内容。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马上来检验一下这份最新出炉的2026上半年财报，看看之前法说会上开的支票有没有跳票。营收8.53亿，年增超过71%，净利1.35亿 ，EPS 单季 Q2 是0.85元，上半年累计达到1.44元。这数据摆在眼前，证明了一切，不仅没跳票，而且是超标实现。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台荣确实如他们所预期的，已经从那个砸大钱的高投资期，正式跨入了获利爆发的收获期了。这背后的最大功臣之一，绝对不能不提汉阳绿能。自从去年底商转之后，你看汉阳的售电收入占比已经从原本的22%，一口气冲上了今年第一季的近29%。他手上不仅握有新竹签20年的 BOO 区域独占特许合约，还跟台电签了长达20年、每度3.94元的 FIT 保证收购长约。他们那个高效能的机械式炉床发电效率超过25%，光是上半年就发了1.4亿度电，这真的是打下了极度稳健的现金流地基呀。刚才说要拉上擂台，现在我们就把台荣跟产业里的4大巨头放在一起比一比，你会看到非常清晰的路线区隔。相较于昆鼎在民生混化的庞大规模，肯定卫在固体掩埋的绝对霸主地位，日有的医废龙头规模，还有主攻金属电解回收的魏斯特。台荣虽然在城市混化炉的总代操数量上还拼不过老大哥，但它拥有的是全领域的平台优势。特费、发电、医废一把抓，而且最致命的武器就是刚刚提到的半导体特费化学配方，加上省下70%燃料费的整合系统。这种抗风险极强的双引擎，老实说是单一领域巨头非常难跨越的技术壁垒。当然，看财报不能只挑亮点看，风险在哪我们也要抓出来。第一季的时候，台荣的负债比其实高达约70%，这主要是因为汉阳 BOO 案前期砸了非常庞大的投资，这层财务杠杆风险确实是个隐忧。但转折点来了，今年7月底，他们刚完成了一笔近8亿元的 IPO 现金增资，这将近8亿现金一灌进去，结构马上就优化了。而且财务主管也确认过，折旧跟利息的高峰期在今年第一季已经平安度过了。这代表什么？这意味着他们的财务杠杆正在非常安全且快速的降温当中。更让我惊艳的是他们玩季节性风险对冲的手法。今年4月，汉阳绿能进行了首次税修。一般来说，税修绝对会拉高第二季的营运成本，吃掉获利，对吧？但台荣怎么做？观音母厂靠着新建的危险仓，加大了仓储缓冲，趁着子厂税修的时候，母厂这边全速运转，拼命处理高单价的半导体特费。就用这多出来的高毛利，完美对冲掉了子厂税修的成本。这就是手握多重炉种跟跨领域版图最真实的战略价值展现。这些经过会计师核阅的半年报数据，就是最真实的铁证。我们今天讲的这一切，不是在买未来的梦想，也不是简报上随便喊喊的口号。台荣是用实打实的现金流、稳定的20年长约，以及极高毛利的技术护城河，去撑起他们接下来的阶梯式成长。过去法说会上的所有预期，现在都已经精准转化为财报上看得见、摸得着的时机了。现在口袋里带着刚增资进来的充沛资金，台荣准备在未来3年一口气砸下16到24亿元的资本支出，这是一场要大幅扩大战果的重资本投入。目标非常明确，他们要把半导体回收的许可量再增加30%，升级危险仓来吃下更多高阶废业，并透过子公司日环大幅扩张医疗废弃物的产能。甚至他们还要挟着汉阳的成功经验，准备去抢全台老旧城市焚化炉的代操商机，可以说野心是非常的大。一边是庞大的24亿资本支出计划，另一边呢是2奈米先进制程带来的巨大市场红利。台荣科技毫无疑问已经站上了环保科技产业的风口浪尖。
当未来那些高侵蚀性废业像海啸一样袭来的时候，这座拥有将近38%毛利率护城河、手握精准数据配方的环保堡垒，在大幅扩张产能之后，是不是真的能如期迎来属于它的爆发性收获期？这巨大的 Capex 投资究竟是短期的风险，还是未来更宽阔的护城河？这绝对是留给所有关注循环经济跟科技股基本面的你最值得深思的终极课题了。